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兄弟，今天的幻16确定不测吗？我说了多少遍，我真的不想再测试幻16了。那如果我同意和你嗨，我测，我是大度。我其实一直都佩服 ROG 或者说是佩服华硕吧，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创新，他们有新模具、新技术，是真的赶上啊。But 从前年开始，我的22款和23款的幻16都逃不过拍完视频就挂咸鱼的命。ROG 在我这里待的最久的机器，居然是这一台23款的幻14。那么这一台幻16 Air， 全新的模具，全新的设计的取向。你觉得它可以在我这边留下来当主力机吧？或者说是13000-14000块钱的预算，你会买它当你的主力机吗？第一，外观、屏幕、外设、接口和重量，先给你们环绕一圈，满分10分的话，你可以给幻16 Air 打几分？幻16 Air 的 A 面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，颜值不多说了 ，beautiful， 斜切线的设计没有以前夸张了，变得更百搭和低调。实在要骚的话，开这个小灯骚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壁面全屏的镜面屏，先打一个高分，就算是不亮屏幕，也会第一时间觉得高端机的味道。由于采用了新的转轴的形式，之前的幻16几乎无下巴的那个下巴被一指的下巴给代替了。当然还是很窄，但是老款的无下巴还是会更戳我的电子基点。你更喜欢老款还是新款呢？左右巴和上巴都控制的很窄，质感拿捏的很不错。上巴的摄像头区域这里还支持人脸解锁，并且这个人脸解锁我只能说它的准确率和那个速度都是无敌的，不管是逆光还是快速移动，它都可以识别解锁，比我的23款的这个幻14快了至少3-4层楼。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表现如下，在我的这里有这么多的 ROG， 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？我最喜欢那个小心机。屏幕部分参数先打在旁边，这个16比10的 2.5K OLED 的高刷屏，再结合镜面屏的加成，让色彩的表达非常的准确，再加上极高的对比度，这块屏幕给人的感觉就是又亮又通透，色彩又舒服，看电影或者是做调色工作都是绰绰有余的，就不多说了。But 为了追求轻薄，高强度打字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，稍微动作大一点，屏幕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晃动。这个用久了我倒是可以自适应，但是当我抬起机器或者是放下屏幕的时候，听到了吗？这个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是什么意思？机身的这个刚性其实明明是很好的呀，这一点呢不注意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很难不注意到啊。C 面的触摸板面积巨大，做工接缝控制都极其的优秀，滑动起来的手感堪比100D 的丝袜。怎么可以这么顺滑？就算是手有很多汗也很顺滑，按压的声音干脆且恰到好处的力度，让整个触摸板的体验巨他妈舒适。这个满分的触控板，我说的键盘依旧是非全尺寸的布局，1.7毫米的键程，按压和回弹都是绝对的 T1 T 对的表现，声音听着足够的清脆扎实，没有多余的弹簧音等等的杂音，码字的体验非常好，很少有笔记本的键盘在我这里我可以说是不推荐外接键盘使用，但是 ROG它就做到了。ROG 的这个键盘触摸板这等等的外设一直都做得很好的，这些该夸就得夸。不过这个键盘的背光怎么啦？还没有我家的燃气灶均匀，快15000的笔记本了，我寻思这个也不应该啊。我不确定是我这台的问题，还是说是一个共性的问题。前几天到货的深色的幻14 Air 的键盘背光就很均匀。是的，各位，这台幻14 Air 也到货了，点赞过2000，火速更新。幻16 Air 它是16寸的机器，但是没有小键盘的原因很简单，你看看它的这个扬声器孔位占的面积有多大。音质的表现，我就给它2个字来形容吧，就是炸裂。它的音质，不开玩笑，就是我用过的所有 Windows 笔记本里面最好的，且没有之一。你们 listen 一下吧。怎么样呢？这个音质就算没有小键盘，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了。
对吧？掌托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在边缘它做了圆滑倒角的处理，长时间打字是不会割手的。我觉得哈，打字的时候不割手这一点可以排在文字工作者对电脑需求的前3名。这个不开玩笑，码字多了你就懂了。外观上，幻16给人的感觉就是简洁干练、方方正正且没有多余的小聪明设计啊。拿到手上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觉得它多么薄、多么轻，但是你一旦把它放到一个正统的16寸游戏本的旁边，不管是集成的3维还是重量，都会让它在物理意义上面更加的轻薄和便携。我这个光影行性的包放拯救者的话，需要挤一挤哈，放幻16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呲一下就滑进去。接口部分，2A 一 C 一个 SD 卡，一个 HDMI， 一个音频接口，一个电源接口，数量上好评，质量上也是好评，因为它给了我最喜欢的 SD 卡槽，而且这个卡槽的速率很高，我的这个 V60的 SD 卡可以跑到1秒240兆左右，截止目前是我用过的电脑里面最快的。说自个好牛逼！机器裸机重1.81千克，适配器做的也很轻巧，只有0.58千克，旅行重量接近2.4千克，即使是柔柔的女生背起来也不会费劲。不开玩笑，这套海美 Y9000P 的单机重，携带出去的意愿是真的很强。第二，性能，先说最专业的 Master 2，总分170万分，因为这是我用的第一台 Ultra 处理器，且是非满功耗的4060的机器。成绩呢没有啥参考性，大家看一看就好。223测试 CPU， 单核1782分，多核19205分。如果不管 AI 特性的话，大概相当于我之前用过的13700H 的成绩。处理我绝大部分的剪辑工作还是够用的。待会儿说 ，DimeSpy 测试显卡得分10297分，和满功耗的4060的正统游戏本，貌似也能打一下。单机游戏部分，先说赛博朋克2077，全高画质，光追次高 ，DLSS 次高，在2K 分辨率下可以跑到平均46帧，和正常的游戏本差距不算大。但是 1080P 只有60帧，这个就比其他的4060机器低了不少了啊。我个人判断，显卡、CPU 的频率以及游戏的优化都是有影响的。然后100瓦 PD 充电的游戏成绩我也放在一边，供你们参考。怎么样？我这次够细了吧？不过地平线我的测试成绩就很好，甚至追上了满功耗4060的本子，全高画质，高光追不开 DLSS，2K 可以跑到81帧，1080P 跑到91帧。同样100瓦 PD 充电的成绩我也放在一边了，你们自己参考吧。对于这么薄的本子，能够有这个游戏成绩，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哈。英雄联盟最高大值花蓝豆 2K 可以跑到242帧，1080P 可以跑到264帧。这个游戏不需要多操心，跑满这块屏幕轻轻松松。CS2 用死亡模式实战，平均在130到140帧左右浮动，正常发挥就不多说了。生产力部分我们还是只聊一下 Lightroom 修图以及 P2 剪辑视频。我们先说剪辑哈，就是一般平时我拍摄的就是用这台索尼 ZV-E1 拍的 4K 60帧10比特422的H265格式这个规格的视频哈，用这台机器来剪辑。这个规格目前只有英特尔12代以后的 CPU 核显可以硬件解码加速。虽然这台机器的 Ultra 9处理器在绝对的性能上没有婷姐的那台 Y9000P 的13900HX 强，但是实测剪辑我的视频时，全分辨率预览素材不会卡，而且2倍速预览也不会卡顿啊。导出一个5分半的 4K 30帧的40兆码流的 H264视频，耗时218秒，居然和4070的天选5 Pro 锐龙版是差不多的。Unbelievable！ 修图的话，导入104张2400万像素的RAW格式照片进行调整，还是非常的丝滑的。用同一个调色参数导出这104张图片，耗时197秒。总的来说，这台幻16 Air 哈，用它来搞我的视频剪辑以及中等强度的修图是完全够用的。原厂这个32G 的内存其实是非常好评的哈，但是还是提个醒，如果你平时是剪辑，比如说8K 的视频，或者是做一些 AEG 的特效，那我还是会建议你买一个常规的游戏本，然后把它的内存给扩展到64个G， 这样散热和内存都会好一点，用起来也会更舒心一点啊。就像我前几天剪辑的那个8K 的那个全景视频的素材的时候，我还是用的婷姐的那台 Y9000P 来剪辑的。第三，散热扩展和续航，单烤 CPU 10分钟可以稳定在70瓦 ，GPU 稳定在100瓦，双烤10分钟 CPU 38瓦 ，GPU 68瓦，总共是106瓦。对比幻16的145瓦其实是低了不少的，但是考虑到大部
部分的测试项目和幻影16是差不多的。这么薄的机身有这套散热，我已经满足了。一般在这种时候，我会说一个但是哈。不过当我测试出来这台机器的噪音要比23款的幻影16低了7、8分贝，键盘温度也低了3度的时候，虽然幻影16 Air 的49.6度和48.5分贝算不上绝对的凉快和安静，但是这么薄的机身和性能表现啊，我没啥可挑的了。想了一下，我还是挑一下吧。这台机器的风扇策略调教的有一点疯批啊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之前那个22款的幻影16，它在每一个性能档位下，风扇转速都会拉得比较高啊。当我用这台机器从一个高负载降到低负载，只是看一下视频啊、写字这些使用的时候啊，它的转速还是会比较高，然后要用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给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更新就可以解决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，硕子哥。然后还有一个但是，就是这个金属机身的，然后这个地壳在高负载使用的时候真的很烫很烫，强烈不建议你在高负载使用的时候把它放到大腿上去。扩展部分，机器板载了32G 的内存，跑分如图。这个32G 除了我刚才说的剪辑8K 的这种全景视频的时候，我的绝大部分场景都是完全够用的。硬盘自带了1TB 的三星 PM9A1 固态，算是原厂最好的固态了，跑分如图。然后这台机器还有一个2280的固态盘位可以扩展啊，这个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。目前原厂32G 加上1TB 的配置已经足够绝大多数人使用，你实在是有需求的话，现在固态价格比较贵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又炒起来了。等后面固态便宜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加一条吧，就够用很长时间了。然后这台机器的续航部分啊，就我自己的一个低负载使用，比如说听歌、码字、看视频、上网，然后关闭独显使用，它不多不少，刚好坚持了300分钟，5个小时基本上够我外出轻负载使用了。第四，总结，幻影16 Air 是我第一台 Ultra 处理器和低功耗4060的轻薄全能本，没有啥参照系，所以结论就只有用这次的体验，再结合它的价格来讲了。在这么薄的机身下，可以兼顾我的4K 剪辑以及正常的2K 游戏，我觉得非常难得了，还是给咱们的硕子哥点一个赞。再加上它的屏幕呀、键盘呀、扬声器呀、触摸板，甚至这个人脸识别，都是目前我用过的 Windows 笔记本里面最好的，这个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非常好评。但是屏幕的晃动和嘎吱嘎吱声，以及不均匀的键盘灯，我是真的忍不了了。其他的你都做的这么好了，这些小细节上再掉价，真的得不偿失。如果你只卖7、8千的话，那我觉得，哎呀，我感觉也无所谓。但是1.3万4啊，这个机器，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。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啊？就是其他品牌的这种轻薄全能门，只要卖的价格超过了1万，就肯定会被喷啊，说你哎呀你膨胀了。但是 ROG 的幻系列哈，它为什么在这几年都一直被很多的网友称作为10家之眼？我觉得2点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对这个 ROG 品牌还是有一些认同。然后第二个啊，就是 ROG 它的这种愿意大胆创新、有牙膏但是绝对不挤的这种态度，至少我是很欣赏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么好的机器不应该被这种小细节所埋没。另外呢，有一件事情我每一年都要提，硕子哥，你真的不考虑像拯救者一样吹一个这种私有协议的140瓦的适配器吗？而且拯救者现在已经出到170瓦了呀！我的天呀，我都无法想象这么一个1.8千克的机器，再搭配一个200克左右的140瓦或者是170瓦的适配器，啊，用起来多爽！硕子哥，考虑一下吧，求求你了。从2022年我就在说这个事情了，啊，至于我会把这台幻16 Air 留下来当我的主力机吗？那边有一台白色的机器，我不说什么型号，你们应该大概也知道啊。估计我的主力机最后会是它。好吧，那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 ROG 幻16 Air 的使用体验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关于这台机器或者是幻14 Air，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或者是弹幕，好吧，我都会回复的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图一夜暴富，好吧，Peace。